澳大利亚充当反华先锋，铁矿石为何被视为底牌？为了打击澳大利亚铁矿石，中国又做了哪些准备？中国的反击又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怎样的后果？近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而中美之间的博弈也趋于白热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政治的一个走向。包括近段时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被认为是美国开始在中东收缩，从而能流利在亚太对付中国。当然，中美这两个超级体量大国的竞争，很多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像美国就积极将自己的盟友卷入其中。而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这些与美国同属五眼联盟的国家，便是最积极参与的一个。尤其是澳大利亚，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澳大利亚可以说就是资源出口占经济主导的国家，而澳大利亚的第一出口市场又恰恰是中国。但澳大利亚又要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成为最为激进反华的一个。澳大利亚的举动可以说是将自己的经济绑在了反华战车上，也是让很多人都倍感不解。毕竟中澳两国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反而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澳大利亚人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对华出口受到多大影响，因为他们还有一样底牌，那便是铁矿石。中国是全球第一钢产量大国，也是进口铁矿石最多的国家。中国铁矿石进口的主要来源便是澳大利亚与巴西，几乎占据中国铁矿石进口的90%，尤其是澳大利亚占到60%以上。澳大利亚每年数亿吨铁矿石运到中国，赚取巨大利润。同时，铁矿石也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基石。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需求量极大，他们并不担心中国不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因为中国人没有别的选择。甚至澳大利亚会操控铁矿石涨价，还可以拿铁矿石给中国卡脖子。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来说，不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出手，那么任何针对澳大利亚的制裁只会是隔靴搔痒，澳大利亚依旧会充当反华急先锋。可如今，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基建需求也日益增长，中国又不可能不要发展，那么澳大利亚真的就能有恃无恐了吗？很快，中国打出一套组合拳，证明澳大利亚想错了。第一拳封港。8月11号，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宣布关闭，理由是应对日益严峻的疫情。而这一做法也让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们头疼不已。一些澳大利亚供应商不得不将原料卸货地点改为上海等港口，而路线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运输成本的上涨，并且由于船舶集中，一些港口常出现拥堵的情况，甚至需要排队等待港口中多余的卸货仓库，时间成本同样困扰着澳大利亚供应商。当然，封港并不是针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毕竟其他一些国家同样会受到影响，但接下来的一些措施则有很强烈的针对性了。第二拳降头。根据不久前澳洲国立大学的一份报告，近年来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处于一种暴跌的状态。2018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为48亿澳元，到了2019年为25亿澳元。中国对澳投资一年暴跌47%，而到了2020年以及2021年，来自中国的投资还会进一步降低。据分析，中国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对澳投资暴跌，最主要的便是政治因素。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其政治立场上高度追求与美国一致，处处针对中国，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过去，澳大利亚市场是中国投资人的首选之地。如今，澳大利亚的政治风险却导致中国的投资人对澳大利亚市场失去信心。而像澳大利亚的矿石产业，由于投资的减少，同样遭到波及。根据报告，中国去年8月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的总额为88.1亿美元，已经同比下降了26.2%。第三拳减产。近期，中国多地出台了粗钢减产的方案，而这些方案也是为顺应国家的减排方针。中国钢铁重镇唐山便下达命令，要求当地19家企业执行减排30%。除了钢铁第一大省河北执行了限产减产方针，全国各省都在跟进。像中国第二产钢大省江苏就制定了钢企依照去年产量测算下半年减产目标，自行开展产量控制的工作。钢铁减产直接影响的便是铁矿石的供应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前7个月，中国铁矿砂总进口为6.5亿吨，同比减少了1.5%。
尤其是减产令刚颁布的7月，中国铁矿石进口直接同比下降了21.4%。可预见，在下半年铁矿石进口还会进一步降低，而几个出口铁矿石的国家直接受到影响，尤其是对于占比最大的澳大利亚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当产量减少也会造成需求的波动。为此，中国方面的政策便是以满足内需为主，减少的部分主要分摊在出口上。而澳大利亚有30%的成品钢是从中国进口的，出口量的减少意味着他们需要用价格更高的成品寻求替代。不仅如此，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还公布了一项1.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这意味着美国在未来几年内需要大量的钢铁。而中国作为钢铁第一生产国与第一出口国，如中国钢铁出口减少，对美国也是场灾难。那么到时候美国又会有怎样的举措也很难说。第4权，找替代品。如果说前面的这些方案只能对澳大利亚伤及皮毛，那么接下来的一招会让澳大利亚难以入眠。根据驻几内亚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消息，近日，中国成功拿下西非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开发权。该地区有一座世界级矿山，已控制和估测铁矿石储量超过22.5亿吨，开发后年产量高达7000万吨。这座非洲矿石将能极大缓解中国的铁矿石危机。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便是非洲基建水平落后，矿石难以运输。为此，中国企业不仅将接手西芒杜铁矿的开发，还将承建一条矿石到港口的铁路修建，从而解决运输问题。实际上，为了减少澳大利亚铁矿石进口，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去寻找替代。为此，中国的方案是开发非洲铁矿，扩大巴西等国的铁矿石的进口。前面提到的西芒杜铁矿便是典型的例子。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中国作为钢铁大国，需要大量的铁矿石。如果中国随意削减澳大利亚铁矿石进口，最坏也是个两败俱伤。况且，高速发展的中国比澳大利亚更难以承受这样的损失，这也是澳大利亚一直以来有恃无恐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中国从其他地方寻找到澳大利亚的替代品，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就是单输的局面了。当中国打出一套组合拳，很快便对铁矿石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8月19号，新加坡铁矿石期货跌幅超过5%，并且专家预测跌幅将会持续。而国际通用的铁矿石定价指数普世62铁矿石价格也从5月的每吨230.8美元下降了63.2美元，折合人民币410元。从中国每年向澳大利亚进口7亿多吨铁矿石来算，这一降幅将导致澳大利亚铁矿石年出口暴跌3000亿人民币。如今的局面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恐怕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澳大利亚也不曾想，他们这次惹到了一个不该惹的角色。讽刺的是，在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持续降低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却趁机扩大对华出口，从而抢占过去澳大利亚的市场，而澳大利亚却依旧在灯塔的旗帜下横冲直撞，即便如今已经头破血流。